收回剑的下一刻，他居然看见蓝忘机将他白净的手放在了山壁上，指甲抠进墙里，然后扒下了一块墙土。魏无羡第一次看到蓝忘机干这种除了跟他上床以外其他如此不鲜不雅的事情。他当然知道蓝忘机是为了什么，即使蓝忘机为他做过的让他感动的事情已经数不胜数，但是他真正亲眼看到的也并不算多。此刻他脑子乱哄哄的一团，刚刚因为那个少年说的什么杀人什么记恨都被甩到了九霄云外，满心满眼都是这个男人为了他在为他一点点小心翼翼地用手爬着脏兮兮的土，细致无比地研究着每一个位置。灰土从洞壁上源源不断地滚落，洒了蓝忘机满头满身，但是他连眉头都没有皱过一下，依然专注得可怕。随着一层土块的剥落，戒指的闪动越来越频繁，蓝忘机手一顿，感觉摸到了一块仿佛草席边角的东西。很快，这块东西表面上的土全部被扒了下来，露出了全貌。魏无羡感觉到蓝忘机眉毛微微扬起，猜是有些高兴。然而待他和蓝忘机看清眼前的东西时，同时吸了口气。那竟然是一排被草席裹得严严实实的，身上画满符咒的尸体。他们那日与温若寒交手，亲眼看着温若寒撕掉自己的皮。尸体皮上画符咒并不多见，如果要做凶尸并不需要这一步骤，而像温宁那样有神智的凶尸，显而易见那少年还没做出来。那此时站在墙里的一排排画着符咒的尸体，必然是像温若寒那样的血尸。只不过那乱七八糟的符咒，就魏无羡个人来看，像是不成功的作品。不成功的作品既可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也可能像当时初醒来时发了狂的温宁，暴起伤人。蓝忘机退后半步，洞壁四周那些还未挖出的地方，多多少少能看到一些其他掉出来的部位。看来这面墙里站着不少失败品，所幸刚刚蓝忘机是用手爬的墙，不然剑气如果击到尸骨，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那少年应是认为蓝忘机会用剑凿墙，只要一具尸体变成血尸，那么整面墙都会连锁反应，而狭窄的山洞里就蓝忘机一人，一路逃也逃不出去。蓝忘机将墙内的草席卷紧，一手拎了下来甩在地上，一时灰尘荡开，他退了半步，掩住口鼻，挥手待烟尘散过，果然看到魏无羡的身体被压在里面一层。魏无羡自然也透过蓝忘机的眼睛看到了自己的壳子，此时已是长发散乱，双目紧闭，白净的脸上也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脏污泥渍，极为狼狈。魏无羡内心操了一声，心道：这货也太丑了点，换了个身体真他妈亏大发了。平时真不该舔着脸卖萌，让蓝忘机亲自己，搁自己这儿都下不去嘴。他这边腹诽还没结束，那边蓝忘机已经双手掐着那具身体的腋窝，把人像抱小孩似的抱了下来。魏无羡顿时觉得自己仿佛被背叛了一般，心里哼了一声。蓝忘机就地跪坐下来，让魏无羡躺在自己腿上，把他下巴挑起来，用袖子仔仔细细把脸上的泥渍擦掉，然后又把长发梳顺，一缕缕整理好。他对着那具身体比划了半天，最终还是一手揽过脖子，一手托着膝弯，一个用力把魏无羡抱了起来。魏无羡其实很想立刻回到自己身体里，享受一下这难得的高等待遇，但是蓝忘机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不太鸟他，只好认栽跟着蓝忘机不情不愿地往回走。返程比来路快得多，或许是蓝忘机有些着急，便加快了步伐。待他们再次回到那片混战的地点时，蓝忘机一眼都没给地上的一片狼藉，但是魏无羡却又回想起那个少年说的话，心里犹如被钝刀狠狠捅了一下，后知后觉地疼痛了起来。我用尽了所有办法，让他们在最怨最怒最恨的时刻死去，你这四面八方全部都是我杀掉的人，所以他们临死前最恨的就是做出来阴虎符的你啊。魏无羡突然的茫然了，他的业障是不是永远也无法洗脱？这是不是一个永久没有尽头的罪恶？是不是他将永远背负着孽债？他看着蓝忘机依然抱着怀里的那具躯体，臂弯有力。那具躯体倚在蓝忘机的怀里，乖巧温顺，像是睡着了，只是面色苍白，像一个大只的人偶娃娃。他不由得羡慕起这个躯体来。他不羡慕莫玄羽，他知道莫玄羽有着自己的悲哀，
但是他羡慕这个躯体，安静的，不参与任何纷争的躺在韩光君的怀里，他是纯净的。而自己带着与生俱来的罪恶，仿佛修罗转世，降临在了这个躯体上。魏无羡不知道自己出了山洞后该怎么面对蓝金江三家人，该怎么面对镇守世家，该怎么面对失去亲人的百姓。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蓝忘机，眼前逐渐开始不甚清明，周遭的声音和景象越来越模糊而又遥远，不远处的亮斑越来越大块，好像有什么人冲了进来，对他喊着韩光君。他迷迷糊糊地想，我是魏无羡啊。世界瞬间黑暗了。魏无羡再次醒来的时候，觉得胸口有点闷闷的，像是被什么堵了一样。旁边很安静，没有他昏睡之前的那种喧嚣。他奋力睁开了眼，入眼是一片木质的房梁，空气中一股药味弥漫。醒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比声音更先到的是落在他额头的一只手。魏无羡眨了两下眼睛，蓝忘机那依然没什么表情的脸便出现在眼前。他咳了一声，艰难道：我回自己身体了。蓝忘机嗯了一声，便不再言语，把他小心地扶起来，端了杯水给他，又去一边拧毛巾。魏无羡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见蓝忘机拿着湿毛巾走过来，便抬起脸让他给自己擦脸。蓝忘机一言未发，十分自觉地开始给他擦，只是眉头依然不明显地皱着。虽然魏无羡做不到蓝曦臣那样能洞察蓝忘机的每个想法，但是蓝忘机高兴不高兴，他还是看得出的。今天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魏无羡把脸别开，问道。怎么了，蓝湛？蓝忘机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身去把毛巾又打湿了。魏无羡感觉不对劲，一把拉住了他。怎么回事？魏无羡有些恐慌，怕是出了什么大事，提高了音量。不准不理我，蓝忘机。蓝忘机听见他直呼自己大名，停住了，转身面无波澜地看着他。魏无羡一看他的表情就又软了下来，低眉顺眼道：怎么了吗，二哥哥？看你一脸苦大仇深的，我挺怕的。蓝忘机道：你真想现在谈？魏无羡重重地点了点头。蓝忘机干脆道：好。他一撩衣摆，在魏无羡床头坐了下来。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很正常的动作，魏无羡却看出了一股气势汹汹，不由得缩了下脖子。他举起手挡了一下，喊道：等等，蓝湛，你不会打我吧？蓝忘机一把攥住魏无羡举起的手腕，拉下来，另一只手强迫他抬起下巴，浅淡的双眼死死地盯着他，犹如鹰隼瞄准了猎物。他开口，一如既往的简短：带着引魂符，打算强逼魂魄归位。蓝忘机的目光有如实质，魏无羡感觉自己脸上仿佛能被他的目光盯出俩窟窿。他被迫仰着头，想往后退都退不了，但是眼前是个大难题。魏无羡别的强项也有，但是迎蓝而上更是强项中的强项，眼看着糊弄不过去了，他在蓝忘机能冻结一切的冷脸中突然向前凑了过去。夫妇间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肉体的和谐来解决，这是魏无羡一向遵循的准则。虽然这次的问题似乎大了那么一丢丢，然而就当两人已经近到呼吸可闻时，对方突然侧过了头，躲开了他的唇。魏无羡愣了一下，自从两人结为道侣后，他还从来没有感受过被拒绝的滋味。魏无羡的确带了引魂符，如果实在找不到躯壳，只要等到蓝忘机的魂魄修养的差不多，自己的魂魄就能处于弱势。那么如果自己的躯壳也刚好在方圆1里之内，就能身魂合一。而运气够好的话，躯壳所在的位置可以活动，能出来的话，这次就算化险为夷了。蓝忘机依然清清冷冷地看着他，浅淡的瞳孔里酝酿的情绪有些看不分明。若你的躯壳被埋在根本无法动作的地方，魂魄归位后你醒来，窒息而亡了。蓝忘机顿了顿，似是隐忍了情绪，才接着道：你要我如何？魏无羡哑然了，他知道这个举动有点冒险，但是也只是底牌而已，实在走投无路才会选择。没想到半道蓝忘机就顶了出来，直接胆大的把那个少年杀了。说到底他都没敢杀，也是觉得结魂戒不一定真的奏效。没想到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技术，蓝忘机倒是真的相信。
魏无羡抿了抿唇，偷偷抬眼瞄他。生气了？蓝忘机松开对他的钳制，不理他。魏无羡凑过去，双手抓住他的胳膊摇了摇。那我这不是没事？